大家好哈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圈子里面的商品数据如何使用的问题哈。那最近呢，2-3个星期，白银就涨了超过20%哈。那有朋友就说了，哎，那你说这个白银呢是一个 lifelong 的投资机会，也就是整个人生的这个长周期的一个机会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演绎完是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涨了这么多，这么快，我是要不要出场，先拿着利润呢，还是说我不出场，那我还有新进的资金，我怎么再继续入场呢？对吧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商品的数据要怎么用的问题。那对于我来说呢，我做商品的交易的核心逻辑叫做长逆短，这4个字非常重要。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长逆短。我们说呢，假如说一个长周期我们看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，那长周期是做多，对吗？做多的话就是买入，所以说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，我选择我不卖出，然后呢，什么时候买呢？逆短周期，如果在这一个长周期当中，可能会有这样的行情，这样子，对吧？那我们不能在这个位置进去哦，这个位置进去的话，你会有很长时间的等待期，你的成本就高了。逆短怎么叫逆短？就是逆着短周期，当它下跌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能够在长期做多的过程当中的入场点是这种位置，这就叫做做长逆短，在这种位置进去，这叫做长逆短。那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，白银哈。那现在目前呢，组团的朋友可以看到的是黄金、白银的数据。那全球视野的朋友呢，除了黄金、白银，还能看到天然气跟铂金。那其实呢，不管什么品种，逻辑都是一样的哈。模型会重新计算，但是它的底层的交易逻辑都是做长逆短。那看这是白银哈，白银的上一轮牛市我们来复个盘看一下，这是从2000年代到2010年代，就10年的一个白银牛市哈。那从大概3块多、4块钱左右，涨了10倍，涨到40多。整个这个过程，当然如果你买在这里，你就持有个10年，当然非常好了。中间会下跌一半的时间，就是会有一段时间它是整个就回调了50%，但也没关系，也是在赚钱的状态，可以等到上面去。那我们说呢，我们在整个这个交易过程当中，这整个10年当中，我们的资金可能会不断进来，对吧？我们还是想去参与后面的行情，比如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，我们肯定还是想去参与后面的行情。怎么参与呢？首先我们要防止做什么事情？防止在这种点位进去。假如说我们在这种点位进去，你的本金要亏掉一半，然后等个2年的时间再重新创新高。当然创新高很快啊，后面你看它超过你的成本之后，非常快就直着上去，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，是直着往上走，当然很快。可是问题你前面这个过程你可能会等不了。如果说我们用做逆短的方式，在这种位置控制到这种位置去做的话，那么从这儿到这儿，你的收益率会非常的可观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短周期模型呢，就是让我们不要在这种位置进去。我们长周期的模型呢，这种位置呢，多多少少也是可以识别的，这种位置识别的是比较好的。好，到时候呢，我会跟大家讲，这种高位的时候，我会跟大家提示。但是就是说，我们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，首先要避免的就是在这种位置进去。这种位置进去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要调整，这可能要大半年的时间。好，所以这就叫做做长逆短哈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铂金啊，铂金是全球视野圈子里面的一个品种，我们看其实一样的。我们最该防止就在这种位置进去，一下跌就是一半没有了。这种位置进去跟这种位置进去，这种位置就要出来了，因为做长的那个长趋势的逻辑已经没有了哈。那我们还是一样的，争取能在这种不一定是这种最尖底的位置，可是就是在它附近的这样的位置，在它附近这样的位置入场，尽量让我们的每一笔资金都不要在市场当中经历大幅度的回撤，每一笔资金都不要经历大幅度的回撤。如果你在这里进一笔资金，你这一笔单个的资金就要经历这样的回撤，对吧？你在这里进的那笔资金就要经历这样的回撤，在这里进的就要跌掉一半以上。如果你在这里进呢，在这个区域进呢，可能会有波动，但不会那么大。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位置我们选择入场的话，就3要素的形式去做逆短的一个交易，就会比较容易控制你的情绪，
跟保证你的策略，因为有人是受不了这样的波动，他就出场了，情绪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呢会每天更新数据，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会有一些优化，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，可能会在整个的投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，那我们再会不断的去探讨，好吗？那欢迎大家留言哈。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